够！你们逃不掉了，快出来！我饶你们不死！岳飞，岳飞，你要干什么？兄弟们，把桌子腿给我砍了，有多少砍多少。哎，哎呦！金兵追来了！保护康王，给我抢马！好。
皇上，臣弟参见皇上。九弟，免礼免礼，来，九弟起来啊！九弟辛苦了。皇上啊，这次得到列祖列宗的相助，所以臣能侥幸脱险啊。九弟为朝廷分忧，朕心甚慰。只不过，皇上，你所虑何事啊？九弟这次回来，朕本想跟九弟叙叙旧，洗洗尘。可是这次你是不辞而别，今人问责甚厉。我想你也看到，整个汴京城被他们团团围住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请九弟不辞辛劳，速回金营为质。什么？九弟啊，重担在肩，在成狱之前，千万不可再有回京之念，否则你就是上勿社稷，下勿黎民，连为兄我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啊！皇上，那些金人是想杀臣弟啊！要不是我能够侥幸逃脱，我恐怕早就人头落地了。皇上，再一次把臣弟推向深渊，要是能够救大宋社稷，臣死不足惜。然而，今人不仁不义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即使臣弟死了，大宋的江山还能保到何时啊？这么说来，他们根本就无意和谈，他们是想亡我大宋。皇上，其实事情也有转圜的余地。臣听说，宗泽正在相州招兵买马，臣愿意前往辅佐，共同起兵擒王。秦王，对，朕现在立刻就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你连夜出城，与宗泽会合。召集秦王兵马，火速入魏，挥师秦王啊！九弟，臣领旨。你从未征战疆场，也不懂得调兵遣将，皇上为何让你去当这个兵马大元帅？是我自己请缨的。为什么？天下之计，在此一举。乱世出英才，这也是我最好的时机。如今我最担心的是，汴京城被金兵围得水泄不通，到底能不能突围，还要看上天的安排。就算能够突围，汴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，还是未知之数。官人，你怎么突然这样看着我？我想好好的记住你，记住你的样子。万一为什么不测？没有万一，也不会有万一。答应我，
你会平平安安的回家。没有大宋，何来的家？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王爷，哎呦，王爷，岳飞等人已到，问王爷呀，何时动身？公公，王爷在外，我不放心，这一路上还请你多多照顾了。多谢娘娘，娘娘啊，请您放心，这一切啊都是老奴我应该做的。哦，王爷，您快着点啊！娘子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幅江山万里图，朕多年迟迟都没有把它画完。遇到构思上的难题，朕有时会埋怨太祖、太宗皇帝，为什么打下这么大的江山，让朕画这么一幅图都难。现在可好了，一座座城池，一片片江山，就像送给金人的礼物一般，说丢就丢了。你们说，要你们有何用？父皇，都是儿臣做的不好，让父皇忧心了。你哪里做的不好啊？啊？要说做的不好，是为父我做的不好才对。我留给你的江山不稳，留给你的大臣不才呀。你说一说，老百姓都是怎么说来着？奸臣当道。奸臣当道。哪一个是奸臣？啊？你们说，哪一个是奸臣？你说说。启禀太上皇，臣以为满朝皆是忠君之臣，那为何有今日之局面呢？照你的意思，是我们父子的问题了吗？不，臣不敢，臣不敢。今人是虎狼之躯，蓄谋已久，大宋猝不及防，才会到如此局面。你之前不是说只要不断纳贡就能换得天下太平吗？不，可今人是贪得无厌，包藏祸心，他一心想踏平中原呐。那为何没有人跟朕提起过？个个告诉朕的都是天下太平，四夷宾服，都在骗朕。你们都是奸臣！太上皇，太上皇，万岁该万死！皇儿，你说，老百姓口中的奸臣，到底是哪一个？父皇，宰相乃百官之首，我看此事，你应该问蔡大人。你说吧。说。李刚，是李刚。
如果不是他死命抵抗金人，金人不会大举进犯，打到汴京。太上皇，你要明着！我要是不抵抗，朕现在就在阴曹地府了。既然你说不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奸臣就是你！皇上，太上皇饶命啊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太上皇饶命啊！太上皇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太上皇饶命！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父王，现在该如何？现在该如何？你去问李纲吧。大宋若有忠臣，何至于此啊？京城北围3天3夜，不解汴梁之围，就会城破家亡啊！敢问宗帅，我们现在没了多少兵马？1把人马。京城被围数日，救援之策不可缓，还需速速派兵啊！小王家眷居在城内，小王心情不比宗帅少。可是，康王，你有何忧虑啊？这万余兵马，空有热情，未经训练。万一真的遇上金人的金戈铁马，简直是以卵击石。更何况，父王已经下了降表。万一我们妄自出兵，激怒了金人，你说？哎呀，京城已被金人所控制。皇上的降表是被迫无奈所写的，那是他们的缓兵之计，不能信啊！所以还要速速派兵啊！将孤兵寡，难成意外之功。那出兵所向，请康王明示。审夺形势，料夺彼此，未得利变之时，不能妄自动兵。狗儿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四太子。快点！哎呦，起来，快走！走！无礼啊，不得无礼！快点，走！快点，走！皇上啊！回禀四太子，这些放不下车，也无法装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请四太子处置。成大事者，应该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上能洞察宇宙之妙，下能吞吐天地之机会。这是你们汉人说的，我牢记在心。而你们汉人在上书中说过：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”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们说，我要怎么处置这些东西？上来！上来！上来！不要啊！不要！这些字画全给我烧了，这些石头，通通给我丢进黄河里，最好能填平了，我们禁军的金戈铁马可以走得更平坦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输黄金500万两，白银5000万两，牛马10000匹，布锦1000万匹，将燕云2地所有人员遣返原籍，请华山、太原、幽州一带所辖所有地区以及人员划归大金。小儿所为，比千古讥笑，万世骂名。把他拉下去。是。等一下，擒贼！这个朝廷上，除了你还敢大声说2句外，恐怕就没有第2个人了。但我要告诉你一句，留下千载万世骂名的，绝不是我金兀术，而是你这2位皇帝。我呸！今日顺从，明日富贵。我见你这把岁数，想必父母年事已高。在座的各位，只要愿意顺从我大金的，即享高官厚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忠君事主，不负顾家，殊死不足与谋也。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皇上，快点，走！快走！快点，后面的，走！快点！快！走！快走！
那些金人竟然如此卑劣不堪，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如此听之任之吗？宗泽，赶紧派兵救回2位皇上。殿下，2位皇上都在金人的手里，不宜大动干戈呀。那怎么办呀？难道让那些金人把我的父王还有娘亲掳走吗？岳飞，在，你立刻率兵渡河，截救2弟。末将遵命。岳飞，救援军父就全靠你了。行事务必小心，千万不要让金人加害小王家眷。请王爷放心。啊！哎呦，王爷呀，快起来！王爷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我刚刚做了个噩梦，我看到伊儿被金人，你说会不会？哎呦，王爷呀，这梦里的事情一般都是反的，您呐不用太担心了。王爷，请您喝杯水压压惊吧。啊，王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汴京被攻破，2圣被俘，金军大获全胜。他们押解大批战俘北归，在战俘里，不光是2圣，还有赵姓的宗亲以及许多大臣。除了9子康王赵构在外勤王幸免于难，余者全部被俘，并拉走了很多珠宝玉器，就连礼器法物以及教坊的器乐，还有8宝9鼎、混天仪、刻镂铜人。州城府县的地图宫中的侍女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技艺工匠等等，一个不落的全部运走。
不想看到。行前阳礼。这是我们大金特有的受降仪式。恳请圣上能放我们回去，只要我们能够回去，割地赔银，我们什么都愿意。若圣上能让我族人通通返回，我即便俯首称臣，也心甘情愿。俯首称臣？你配当我大金的臣子吗？大宋原本在中原雄踞一方，可这到你们手里，却是穷奢极侈，滥增捐税，建宫殿，修园林，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财富却被你们挥霍一空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在你们眼里，除了古玩美玉、书法字画，何时有过黎民百姓？大宋到了今天这般田地，并不是我大金兵力强盛，而是你们二人昏庸无能。听封，降封赵佶为昏德公，降封赵桓为众昏侯。谢太宗皇帝，谢太宗皇帝。皇上，你慢着。皇上，进去，愣着干什么？走走走！快点进去！快点进去！进去！快点！快点！进去！哎，过来！快点！干什么？进去！你们放肆！快去！快！进去！快点！后面！快点！对呀！快点！我不能住在这儿，父王！我不能住在这儿啊，父王！难受吗？爱妃，爱妃，快点！进去！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放了你了！杀人了！我不能死，我得活下去。开饭了啊！开饭了！吃吧！我不吃这东西，这是人吃的吗？我
这不是人治的呀！你平日的雄心壮志都哪去了？留下这条命，将来才能有所作为。不管什么样的遭遇，我们都要活着。鹿死谁手还很难说，你我一定要见机行事。元帅册封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，令其统治黄河以南的地面。大宋朝从此改朝换代。哎呀，我这回呀，那是死里逃生啊！哎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金人在汴京大肆掠夺，走前还立下张邦昌为大楚的皇上。这老头子胆小如鼠，怎能立他为帝？我大宋的江山岂能旁落他姓？金人这么做就是想立个傀儡皇上，想让他日后啊暂时统治中原。他非赵氏后人，何以服天下？是啊，所以百姓不服，民心不安。我们得立新的楚王了，才能光复我大宋江山呐！啊，拥立新主，王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如今能马上登基的，小王何德何能？哎呀，如今二圣生死未卜，九王爷登基乃是民心所向啊。虽说父王跟王兄蒙尘，但是他们吉人天相，必定会逢凶化吉的。哎呀，可是大宋不可一日无君呐！再说这是有天照的呀。日前泥马渡河遇险，四周皆为金人所困，乱箭穿身，势不可免。突然祥云四起，九王爷骑神驹直冲云天呐！这乃是天造所以呀！宗帅有何看法？如今二圣北迁，群龙无首，拥戴王爷登基，乃是民心所向啊！盼王爷智略臣雄，广开眼路，我等必誓死相随，绝无二致。是啊，如今大宋危难，九王爷登基，上服天道，下顺民心呐！九王爷，就算你不为个人所忌，也当为天下人所忌啊！请九王爷择日登基。
请求王爷择日登基。如今2圣北寿，天下无主，小王愿意接此重任，继位以显父母，重整大宋河山。诸位都是大宋肱骨之臣，望日后务必辅佐小王，迎回2圣，还我大宋河山。迎回2圣，守护大宋河山。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这盏灯笼是韦太妃亲手制的。他在朕6岁的时候送给了朕，他照着朕读书，照着朕写字，照着朕走路，照着朕看着院子里花开花落，甚至在深夜还照着朕在梦里爬天梯摘仙桃。10几年了，这盏灯一直陪在朕的身边。朕今日登基，把这盏灯笼带来，就是要让众卿家明白千年暗时一灯之明。朕需要众卿家心里的那团火与朕同心共勉，燃点起这盏灯笼，光芒四射，大开社稷，惠及众生。谢皇上恩典。太上皇、皇娘，儿臣今日奉旨登基，可惜金兵略城，圣驾北迁，相见你们长途跋涉，饥寒交迫。太上皇、皇娘，明灯慈光照神州。朕登基后，必将励精图治，整顿朝纲，社稷永续。皇上放心，纵然铁甲精兵绕城头，待到沙场点将时，后夜黄龙罪不休。后夜黄龙罪不休。后夜黄龙罪不休，后夜黄龙罪不休。小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小怎么能要是大开大的？下住！哎，你说这是下好了，下好了！哎，再来！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！说，这回压大压小，这把可你得压小。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！
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！大，都压好了。姚哥，你到底是压大还是压小？你快压！我敢压小，压小，确定啊？哎，确定。小大！哎呦！姚哥，不是，我刚才说的是压大来着。这是小，你看好了，这是小。不算，哎，这把不算啊，不算。怎么不算？不算。滚出去！识相的赶紧滚，不然我打你的。走。你。哎，嫂子，我自己来吧。还是我来吧，你跟你哥一样，就只知道行军打仗，哪里知道带多少衣服备多少银两啊？还有鞋。哎，你这一去也不知道要去多久，我帮你多带了一些冬天的衣服。你就听你嫂子的吧，你看你嫂子帮你想得多周全。对了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些盘缠，我去拿给你。哎。姐，你来干什么啊？几年不见了，我想你了，看看您呢。舅舅，姐，这是祥子吧？哎呦，你看看，几年不见，哎呀，长高了，跟大人一样了。好，小娥啊，娘，这是我二弟。姐，她是？这是菲儿娶的新媳妇儿。舅舅好。啊，外甥媳妇儿啊，好。哎呀，一看就是贤惠能干啊。好。哎，放这儿了啊。娘，我来吧。舅爷，哎，你是谁啊？岳云啊，连岳云都长这么高了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。娘，听到没有？我长高喽，长高了。你长得祥叔这么高啊，也能去参军打仗了。打仗？冲！哎，祥子。你要参军啊！靖康之耻，厉害了！2胜被掳，我要投军，跟我哥一起上阵杀敌。好，有志气。好，好样的。好，有志气。怎么，你不会大老远跑来，是准备送岳翔吧？来，跟叔叔玩去啊！走。来，姐，商量个事儿呗。干什么？借点银子。又想赌钱呢？哎，不是，我过2天连本带利全还你。我没钱。不是，姐，不会吧？这俩儿子都投军了，说不定哪天呢，他们就拜个大元帅什么的，还在乎那点银子？就算他们2兄弟都拜了大元帅，那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就知道你来没什么好事。哎，姐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都说了，我没钱。姐，祥子啊，娘不在你身边，什么事都要小心。你看，这围脖，天冷的时候就要把它围在脖子上，别把自己冻到了啊！注意点啊！怎么了？钱不见了啊！哎，再找找看，这放哪儿了？就放在这儿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了，娘？
钱不见了。钱不见了？啊！一定是让你舅舅拿走了，我去把他找回来。哎，娘，人都走半天了，书都输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等会儿啊。怎么才这点啊？哟，这些东西给您接银子不少了。小兄弟，多给点吧，家里急着用钱呢。哎，岳大嫂，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啊。岳大嫂啊，哎呀，现在世道不好，这东西啊，真不值几个钱。你要是真的急着用钱，那你就回家再好好找找，有没有什么压箱底儿的。你放心，只要货色好，价钱上亏待不了你。压箱底儿的。嗯。我看看。哦，有些年头，做工也不错。好，伙计，哎，纹银30两。好嘞，大嫂，给您钱。哎，拿好啊。掌柜的，掌柜，哎，您别急着卖，等我一有钱就来赎回去。好的，岳大嫂，我尽量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走好。拿去吧。嫂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拿去用吧。谢谢嫂子。哎，哎，嫂子，还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哥的吗？啊，这是云儿写的字，还有安娘绣的帕子，跟你哥说，想孩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好。还要告诉他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。嗯。娘，回去吧。一路小心。走了，嫂子。一路平安啊！叔，小心，慢走。哎，回去吧。小心呐。烦劳康公公通报一声，张大人要面见皇上，当面谢罪。呸！哼，这不是那个伪楚皇上吗？咱们家皇上说了，不见。张大人，那你就在这儿说吧。还是说吧。皇上。臣自知有罪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啊！皇上，当日今人立臣为伪楚皇帝，为臣自知这是谋大逆，
诛九族的死罪，再三推脱，可金人威胁说，如有不从，便血洗汴京。羌敌压境，群臣劝进，万般无奈之下，臣只好答应了为除皇帝的册封啊。即便如此，微臣也不敢以皇帝自居，不穿黄袍，不张黄伞，更丝毫不敢有僭越之念，只期盼着有朝一日宋氏光复，可以还位给赵氏。自从皇上登基以来，臣一心一意拥戴皇上，绝无二致啊！皇上啊，这次微臣是迫不得已，请皇上开恩，请皇上饶命啊！皇上不见你，那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皇上，您真的要治微臣的死罪吗？皇上，多少年来，微臣一直忠心耿耿啊！皇上，唉，事已至此，口舌之争也没什么用啊。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应该知道，这可是一条断头之路啊！哎，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。你听我一句话，不要等皇上开口。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你这是谋大逆、灭九族的死罪。被逼称帝只有32天，待金人撤兵之后，他就脱掉了龙袍，去了帝号，南下归德，去见皇帝赵构。那赵构不愿意回汴梁，就让宗泽任东京留守。宗泽和岳飞来到了汴梁，一看汴梁再也没有往日的繁荣景象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萧条，满目疮痍。
皇上怎么说？匪贼曹成可能要和金人勾结在一起，为除后患，皇上让我们先灭曹成。曹成部下有10万余众，却不乏有精兵猛将，拿下他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啊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欲破这10万匪军，必先取曹成、杨再兴。宗帅，在下已经跟杨再兴交过手，我观此人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虽为草寇，却非不义之人。若是能为我所用，不失为一员猛将。你想招降他们？若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一试。杨再兴若降，则曹成势一臂膀，之后再招降曹成，也未尝不可。兵就是兵，匪就是匪，兵匪焉能一家？哼！招降他们，我看日后必留后患呐。此2人能率10万之众，必有其过人之处。若是能够归降，则大大增加我军实力；若是为金人所用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岳飞说的不无道理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何招降他们呢？末将未曾细想。你想到做什么，可不知道怎么做，那等于无济于事啊。岳飞啊，你还要好好的学啊。是，还请宗帅赐教。对付曹成之辈，只有一个字：打。把他们打赢了，打怕，打服了，他们才会考虑归降之事。现在谈劝降，为时过早啊。还是宗帅所言甚是啊。来，你们看，这北方的地势崎岖，适合伏击。如果我们把曹成引到这个地方来，那我们的胜算可就大了。当然，曹成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的部下适合野战，所以我在想啊，找一些熟悉地形的人，跟我们一同作战。有2人可用。谁呀？吉勇、吉倩兄弟。他们俩，此2人原为草寇，对山野之战一定是非常熟悉。他们困在囚牢，会不会愿意帮忙？岳飞愿意一试。弟弟，来吃饭吧。大哥，你吃吧，我再睡会儿。我们吃得好好的，你来干什么？宗老元帅要带兵去伏击曹成，但是北边以山路居多，2位熟悉山野作战，所以我想请2位加入我们，一同作战。朝廷真的能对我们既往不咎？绝无虚言。事已至此，我就再信你一回。不过有个条件。你说。你得保证我们兄弟2人的安全。好。怎么了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饭里有毒！快去把军医叫过来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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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大哥，大哥！宗帅，出事了！吉氏兄弟被人在饭中下了毒。啊！
竟有此事。现在情况怎样？我赶到之时，吉勇正在进食，随后口吐鲜血。吉倩算是死里逃生，可是吉勇岂有此理！居然有人敢在宗帅军中下毒手！我刚将兄弟俩劝降，此二人就遭此毒手。我看军中必有金人的细作。啊？不会吧？不然谁会动此杀心？此细作必然是怕吉氏兄弟把他给咬出来，所以才要除掉二人，以绝后患。岳飞分析的不错，难怪金人对我们的动向一直了如指掌。这个人要是不除，日后必有大患呐。既然是被毒死的，那伙房的和送饭的，可能都是同党。岳飞、王谢听令，末将在。命你们二人联手追查，一查到底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王将军，您这是？别伤我！别伤我！撤！找到了，你看，这就是毒药。我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吉勇被毒死了？我刚才和王谢去追那个送饭的人，从他身上搜出一些银两和毒药。那他有没有说是受何人指使？没有，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此事绝非如此简单，这个幕后之人还躲在黑暗中。我们早该料到，军中有曹成的内应。大哥，你觉得会是谁？没有证据，不能乱说话。那吉倩会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？会。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也能料个3分。找到凶手了吗？只抓到了一个小卒，一定有人幕后指使。这个人这么想杀你们灭口，你们跟他一定有所来往。快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！这个人一定是这个岳飞啊，倒是个人物。哼，可惜呀，不为我所用。所以，以后我们要对他处处提防。将军放心，那吉倩、吉勇啊，已经去了阴曹地府。那岳飞就是查呀，那也是死无对证。这岳飞老跟我们作对，你看，我们要不要辣一点才够味道？还有，金人如果没有什么指示，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。末将明白。还有，随时随地监视岳飞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动作，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
什么东西？还真把自己当贞洁烈女呢？怎么，汉人的宫女服侍的不周到？这一个个的整天哭哭啼啼的，弄得老子一点兴趣都没有。看来还是咱们女真女子来的豪放爽快呀。那这些送服，我们到底应该拿他们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可怎么办的？统统拉出去做苦力，难道我白养他们？哎，这些送服中还有不少皇亲贵戚，如果我们这么对待他们，怕是不妥呀。不如把这些宋氏成员登记造册，把郡王、公主和妃子罗列出来，其他人做奴隶。写上你的大名。父皇，父皇救我！挂着！父皇，我摔一跤！不会啊！来呀！就这样摔跤，懂不懂啊？还摔不摔啊？哎呀，还摔不摔啊？不会。哎，来，过来！别杀我！再给你摔一个啊！哎呀！站起来呀！西风，汉破飞，萧条孤馆，一灯微。假山回首3000里，目断天南无雁飞。乡亲们，安静一下。将军，收下我们吧，我们要参军抗金。对，大宋有难，
我等男儿岂能坐视不管？对，我们要报兵！乡亲们，我们要报兵！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，大丈夫立誓，当以有用之身，做有用之事。而今强敌来犯，战火不断，致使朝廷衰微，百姓涂炭。我等男儿自当守土而后家，舍身而忘死，万众一心，奋勇杀敌，收复故土，迎回2圣，一雪靖康之耻。一雪靖康之耻，我等誓死追随岳将军。这小子也太过分了，他以为军营是他的呢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没有规矩，是该好好管教管教了。我等誓死追随宗大元帅，誓死追随宗大元帅。大家不要乱，不要吵！要报名参军的，到这边来报名登记，然后参加统一考试。好！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。哎，不要紧，到后面排队报名。哎呀，那个我哥，岳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从军。哎，这不是祥子吗？啊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从军。咦，大哥，行啊，有出息了。凡是来投军的，都得参加考试，谁都不可例外。我也考试啊？哎，大哥，行了，你看祥子这肩膀，哎，这肩膀绝对有力气。哎，大哥，我先带他去登记了啊。哎，来，先登记，先登记啊！带我来，让一下啊！先写上这个人的名字，岳翔。上后面去。你要报名排队，我们都在这等着呢。就是。哎，不要吵！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你看不出来啊？我来报名啊。就你呀？怎么了？我们这儿呀不收女兵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，素素姑娘，你别闹了。哎呦，别碰我！你们这儿哪条哪文规定女人不许参军的？你别闹了，赶紧回去，后边还有人。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岳大哥，我要报名参军。这个地方是军营，不是绣花庄，不是你们女孩子家闹着玩的地方。我是真心诚意来报名的。哎呀，岳大哥，你有悄悄话跟我说呀？哎呀，这里是军营，有什么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啊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里是军营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不要，为什么呀？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儿啊？军中不收女流之辈，况且都有不便。有什么不便的？后面人快点啊！女流之辈怎么了？过来，都快点！你娘不也是女流之辈吗？还有队啊！我再告诉你一次，这里是军营，是男人出生入死、流血打仗的地方。这就对了呀！我本来就是到这儿来上战场打仗的，怎么？难道你觉得女流之辈就不能上战场？这古有云：木兰代父从军，保卫家园，还立了大功呢。我怎么就不能上战场啊？哎呀，岳大哥，难道我还比不上他们吗？论拳脚，论轻功，我哪一点不如他们呀？好，那你去跟他们一样，参加投军考试，只要你能过得了，我就收下你。好，你说的。让开！大将受任，
必先料人，知其财力是勇还是怯，艺能是精还是粗，使人各当其任。第一式，舞棍，2两一组，舞棍成花，点到为止。预备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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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！第二式，射箭。军中挑选步军，先以强力、急足、负重、能走者，次能射远驱者，次能命中者，次能射远者。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3支箭，只要有1支箭能够命中靶心，即为通过。你是岳飞的弟弟。是啊，怎么了？你啧什么你？小气人呢，真是的。射！没关系，还有2支箭，赶紧准备。预备，射！哎，没事的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谁怕你？射！第3式，骑马。军中挑选马军，最好是善骑，其次是皎洁，最次也要善用短兵。现在在这些马匹当中，你们自己挑选一匹称心的。
哥，将军，我要大白。大哥，给他吧。可以。谢谢将军。真是大白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大白，一会儿全靠你了啊！给我留点面子啊，听见没？啊！所有人上马！准备！出发！怎么样？我合格了吗？明天开始，你入踏白军。踏白军？踏白军是干什么的呀？任务之一，搜索探路，防止敌人设伏；任务之二，深入敌营，查明敌情。那我岂不是每天都得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？没错。可是我想留在军营里。你轻功了得，又是中医社出身，眼线众多，踏白军最合适你。把他记入踏白军。是。哎，听见没有？都好好练啊！想摆脱我，没那么简单。哎呀，祥子，哎，你呀，嘿，哎，安娘，安娘出生的时候，我从了军，所以安娘看见我有些身份。
看你不像个爹，这李姑娘倒挺像个娘的。阿娘。 这全军上下8000多号人，这一日3餐就全靠我们这100多号人了啊！总管，得抓点紧啊！哎，不过这军中将士啊，大部分是北方人，平时啊，多做点面食啊。知道那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听说是岳将军的亲弟弟。那怎么来我们道房了？你不知道，昨天一来就出了洋相了。是吗？ 你说咱这个大锅饭菜，能跟家里的小灶比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以后啊，如果有人挑你的毛病，你甭理他们，爱吃不吃，啊？好。哎，咱们呢，今天呢，就做这个炒肉丝。哎，你会做吗？还行。嘿嘿，好啊，那你做一个试试，我看看。好，那边的把菜给我拿过来。哎。 这边都给我收拾干净啊！我看你到这后厨来啊，真是屈才了。哪里的话？以后啊，这个灶就归你了啊！好，你先忙着，有啥事儿回头再来找我。好，好。枪法讲究攻防一体，防中带攻，攻中设防。枪法36路，1增而成5。3增而成9，枪势贯通而成千万。以虚击实，以实克虚，虚实无常。你们这手脚都给我麻利点啊！好。哎呦，看着点，看着点啊！你小子又来我这儿偷吃，真香啊！嚯，这什么味道？那么香啊！这牛鼻子挺灵。今天有好菜，什么好菜？萝卜炖肉丝。哎呦！那我得看看去啊！这个好，哪儿呢？好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让。
哎，岳大哥，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来，大哥，到这边来，来，坐。兄弟，让让啊！大哥，快坐。真好吃。这太好了，吃的我老牛都快哭了。大哥，这有老家的味道啊！哎，这要是再来一壶酒，哎呦，那可太带劲儿了！就是啊，这简直都赶上我娘的手艺了。好吃啊！好吃。哎呀，我说岳兄弟啊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祥子，哎，这菜是你做的？是啊。来，过来，给我吧。去吧。来，毛躁劲儿呢。祥子，行啊，你这手艺都快赶上灶王爷了，手艺真好。以后牛哥这肚皮啊，交给你喽，拜托了，弟弟。喜欢就好。行啊，祥子。哎，咱们这儿啊，又多了一位将军。火头将军呀！对，哎，火头将军，火头大将军。喜欢太对了。你们吃啊？行啊你啊！这小子行。哎，大哥，这打曹城怎么不让咱去啊？督帅请缨，带着他的部属去了。几时回来？有什么消息吗？皇上登基那日，金口玉言，迎回2圣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应该是让我们带兵北上，反而把我们留在这儿打土匪。真不知道皇上到底打了什么算盘。他娃儿的啊！这山贼要剿啊，2圣要赢，这凡事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不是？哎，大哥，杜帅去了好几日了，不会出什么麻烦吧？20万曹军，确实不好对付。哎，大哥，回来了。看来啊，真被你说中了。曹州一仗，3天都打不下曹城，这是何原因呢？末将无能，中了曹贼的口袋阵。口袋阵，你们有谁识得此阵呢？你们训练的是胆量，而人家训练的是阵法。岳飞，你有什么话就说。末将斗胆请教宗帅，两军交锋，无胆量，何以谈阵法？没有阵法，只谈胆量，那不等于市井缠斗？你们看，这些阵法都是古之能征善战者用性命换来的兵学精华。所谓的阵，就是根据地形条件，还有敌我双方的实力所布置的阵法。从一兵、一伍、一列，一直到全军，都要做到立兵伍、定行列、正纵横。尤其是在硝烟弥漫、杀气震天之时，筋骨便是号令，闻鼓则动，闻金则息。你们要是读懂了这些阵法，以后就可以以兵制兵，以阵化阵了。
这些阵法，在末将看来，都是一些军事规划的陈迹。曹城的口袋阵，是由古阵法依据地势之力演变而来的新阵法。我们若是以古代之阵法应对今日之新阵法，岂不是太过于死板了？岳飞认为，兵家之要在于一个“奇”字。谁能够出奇制胜，谁才能立得住脚。奇字当先，要是势均力敌，还得依法布阵，稳中求胜啊。阵法固然重要，但也要因时因地而变。有阵不一定能稳，无阵不一定不稳。末将只是觉得，战场之上，阵法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阵法不是最重要的，那你跟老夫说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当然，胜利才是最重要的。阵法毕竟只是手段，战胜才是最终目的。战场之上，瞬息万变，所以我们也要因地制宜，灵活多变。这关键又在于一个“变”字。我们若是墨守成规，为阵法所束缚，那岂不会痛失战机，丧失战局？放肆！一个小小的武修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反驳宗帅之言。岳飞不敢，岳飞只是说出心中所想。战场上，谁都想胜利，怎样才能胜利呢？战场之上，随机应变。随机应变？要是碰上口袋阵，我看你怎么变。阵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口袋阵的妙处在于灵活。如果我们能有一根钉子，死死地定住这个口袋，那此阵的威力便可以大大减弱。我们何不派出一支队伍，作为诱饵，故意被他们吃掉？只要他们包围我们，这只诱饵就好像一只钉子一样，可以把敌人死死地定在那里。我们再派出一支军队，从外围来一个反包围，口袋阵就变成了一只破口袋。你说的不错，谁来做这个诱饵？宗帅，岳飞请战，愿做诱饵。岳飞，你说的好听，老夫还要看你做的怎么样。岳飞听命，在。我命你为前军。王谢，在。你为侧翼。你们2人联手，再战曹城。是。
此为朝廷效命。今日，咱们就来收拾这帮草寇，擒杀曹贼，平静地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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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面了，我奉朝廷之命，前来捉拿你们这帮贼寇，还不快快投降？岳飞，上次我的命已经还你了，这次是你入了我们的包围圈，投降的应该是你。我看你还算是条汉子，早日弃暗投明，或许能够从轻发落。岳飞，你看见了吗？如果你投靠了我们，我保证你家人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偏偏我娘天生就爱喝萝卜汤。开始！第二式，射箭。军中挑选步军，先以强力、急足、负重能走者，次能射远驱者，次能命中者，次能射远者。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3支箭，只要有1支箭能够命中靶心，即为通过。你是岳飞的弟弟。是啊，怎么了？你啧什么你？小气人呢，真是的。射！
没关系，还有2支箭，赶紧准备。预备，射！哎，没事的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谁怕你？第3式，骑马。军中挑选马军，最好是善骑，其次是皎洁，最次也要善用短兵。现在在这些马匹当中，你们自己挑选一匹称心的。哥，将军，我要大白。大哥，给他吧。可以。谢谢将军。真是大白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大白，一会儿全靠你了啊！给我留点面子啊，听见没？啊！所有人上马！准备，出发！怎么样？我合格了吗？明天开始，你入踏白军。踏白军？踏白军是干什么的？任务之1，搜索探路，防止敌人设伏；任务之2，深入敌营，查明敌情。那我岂不是每天都得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？没错。可是我想留在军营里。你轻功了得，又是中医社出身，眼线众多，踏白军最合适你。把他记入踏白军。是。听见没有？都好好练啊！想摆脱我，没那么简单。哎呀，祥子，哎，你呀，嘿，
哎，我。安娘，安娘出生的时候，我从了军，所以安娘看起我有些身份。来，想吃哪个？我看你不像个爹，这李姑娘倒挺像个娘的。这全军上下8000多号人，这一日3餐就全靠我们这100多号人了啊！总管，得抓点紧啊！哎，不过这军中将士啊，大部分是北方人，平时啊，多做点面食啊。知道那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听说是叶将军的亲弟弟。那怎么来我们道房了？你不知道，昨天一来就出了洋相了。是吗？你说咱这个大锅饭菜，能跟家里的小灶比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以后啊，如果有人挑你的毛病，你甭理他们，爱吃不吃，啊？好。哎，咱们呢，今天呢，就做这个炒肉丝。哎，你会做吗？还行。嘿嘿，好啊，那你做一个试试，我看看。好，那边的把菜给我拿过来。哎，这边都给我收拾干净啊！我看你到这后厨来啊，真是屈才了。哪里的话，以后啊，这个灶就归你了啊！好，你先忙着，有啥事儿回头再来找我。好，好。枪法讲究攻防一体，防中带攻，攻中设防。枪法36路，1增而成5，3增而成9，枪势贯通而成千万。以虚击实，以实克虚，虚实无常。
你们这手脚都给我麻利点啊！好。哎呦，看着点，看着啊！你小子又来我这偷吃，真香啊！嚯，这什么味道？那么香啊！这牛鼻子还挺灵。今天有好菜，哎，什么好菜？萝卜炖肉丝。哎呦，那我得看看去啊！没进口。哪儿呢？嘿，好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让呀！哎，岳大哥，来，坐这，坐这。来，大哥，到这边来，来，坐。兄弟，让啊！大哥，快坐。真好吃。这太好了，吃的我老牛都快哭了。大哥，这有老家的味道啊！哎，这要是再来一壶酒，哎呦，那可太带劲儿了！就是啊，这简直都赶上我娘的手艺了。好吃啊，好吃。哎呀，我说岳兄弟啊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小子，喂，这菜是你做的？是啊。来，过来，给我吧。去。嘿，来，毛造劲儿呢。祥子，行啊，你这手艺都快赶上灶王爷了，手艺真好。以后牛哥这肚皮啊，就交给你喽，拜托了，弟弟。不，喜欢就好。行啊，祥子。哎，咱们这儿啊，又多了一位将军。哦，火头将军呀！对，哎，火头将军，火头大将军。说太对了，你们吃啊？行啊你啊！这小子还行。哎，大哥，这打曹城怎么不让咱去啊？督帅请缨，带着他的部属去了。几时回来？有什么消息吗？皇上登基那日，金口预言迎回2圣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应该是让我们带兵北上，反而把我们留在这儿打土匪。真不知道皇上到底打了什么算盘。他娃儿的啊！这山贼要剿啊，2圣要赢，这凡事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不是？哎，大哥，杜帅去了好几日了，不会出什么麻烦吧？20万曹军，确实不好对付。哎，大哥，回来了。看来啊，真被你说中了。曹州一仗，3天都打不下曹城，这是何原因呢？末将无能，中了曹贼的口袋阵。口袋阵，你们有谁识得此阵呢？你们训练的是胆量，而人家训练的是阵法。岳飞，你有什么话就说。末将斗胆请教宗帅：两军交锋，无胆量，何以谈阵法？没有阵法，只谈胆量，那不等于市井缠斗？你们看，这些阵法都是古之能征善战者用性命
换来的兵学精华。所谓的阵，就是根据地形条件，还有敌我双方的实力所布置的阵法。从一兵、一伍、一列，一直到全军，都要做到立兵伍、定行列、正纵横。尤其是在硝烟弥漫、杀气震天之时，金鼓便是号令，闻鼓则动，闻金则息。你们要是读懂了这些阵法，以后就可以以兵制兵，以阵化阵了。这些阵法，在末将看来，都是一些军事规划的陈迹。曹城的口袋阵，是由古阵法依据地势之力演变而来的新阵法。我们若是以古代之阵法应对今日之新阵法，岂不是太过于死板了？岳飞认为，兵家之要在于一个“奇”字。谁能够出奇制胜，谁才能立得住脚。奇字当先，要是势均力敌，还得依法布阵，稳中求胜啊。阵法固然重要，但也要因时因地而变。有阵不一定能稳，无阵不一定不稳。末将只是觉得，战场之上，阵法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阵法不是最重要的，那你跟老夫说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当然，胜利才是最重要的。阵法毕竟只是手段，战胜才是最终目的。战场之上，瞬息万变，所以我们也要因地制宜，灵活多变。这关键又在于一个“变”字。我们若是墨守成规，为阵法所束缚，那岂不会痛失战机，丧失战局？放肆！一个小小的武修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反驳宗帅之言。岳飞不敢，岳飞只是说出心中所想。战场上，谁都想胜利，怎样才能胜利呢？战场之上，随机应变。随机应变？要是碰上口袋阵，我看你怎么变。阵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口袋阵的妙处在于灵活。如果我们能有一根钉子，死死地定住这个口袋，那此阵的威力便可以大大减弱。我们何不派出一支队伍，作为诱饵，故意被他们吃掉？只要他们包围我们，这只诱饵就好像一只钉子一样，可以把敌人死死地定在那里。我们再派出一支军队，从外围来一个反包围，口袋阵就变成了一只破口袋。你说的不错，谁来做这个诱饵？宗帅，岳飞请战，愿做诱饵。岳飞，你说的好听，老夫还要看你做的怎么样。岳飞听命，在。我命你为前军。王宪，在。你为侧翼。你们二人联手，再战曹城。是。
今人难犯。曹贼为虎作伥，不思为朝廷效命。今日，咱们就来收拾这帮草寇，擒杀曹贼，平静地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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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奉朝廷之命，前来捉拿你们这帮贼寇，还不快快投降？岳飞，上次我的命已经还你了，这次是你入了我们的包围圈，投降的应该是你。我看你还算是条汉子，早日弃暗投明，或许能够从轻发落。岳飞，你看见了吗？如果你投靠了我们，我保证你家人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偏偏我娘天生就爱喝萝卜汤，你给她鸡汤，她还嫌腻味。岳飞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就看你的本事。我要看你怎么办。哼！撤！兄弟们，跟他们拼了！你们看，前面就是曹贼的鹤翼阵，鹤不像鹤，翼不像翼，就是一只残鸟而已。强盗用兵，不过如此。待会儿大家跟我从鹤嘴杀入，到时候自然会有王谢将军接应。此战许胜不许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福庆，带领左军留下应变，以防万一。听到号叫声，马上前来救援。是，大哥。炸！炸！撤！撤！兄弟们，杀！撤！
部队被困九龙山。这酒怎么这么涩口啊？再来一坛，将军。还是女儿红好啊，又醇又香，抿上那么一小口，回味无穷啊！将军，岳飞被困，我们得赶紧去营救啊！急什么？这一仗，岳飞要是赢了，那功劳全都是他的，我们只是援兵而已。他要是输了，那就是他咎由自取。他那么爱逞强，我们何不成人之美，让他好好的表现一番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全军3000人马被困九龙口，曹贼数万大军已把出路堵死。那王宪的援兵呢？没看到。祖师，在，传我的军令，令王宪马上派兵驰援。是。哎，把你们手上的活就先放一放。过来！哎，宗帅让我们赶紧备足干粮啊！是啊！岳将军这回啊，李将军，我哥怎么了？岳将军他中了曹成的计，哎，被抓了。哎呀，大师兄怎么去救他？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知道啊？问问什么？哎，祥子，你干嘛呀？你干什么去呀？你放下！我救我哥去啊！哎呀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！难道我眼睁睁看着我哥去送死？祥子，你给我回来呀！哎呦喂，这小子！哎，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去吹响啊！快点儿！援军怎么还不来啊？援军不会再来了！你给我定在这打，把他们给我引过来。我突围，破阵而出。好，交给我，兄弟们，拼了！
持住，祥子，祥子！我没给你丢脸。爹爹，我今天怎么样？像不像个将军？像。你立了大功，你是好样的。祥子。走，走。一直以来，月下妄想着征战疆场，他也算是死得其所吧。小子，你在我们心里一直就是个将军，大将军。祥子，你的心愿了了，啥也别想了，一路好走。祖鑫啊，岳家离这里不远，通知他们来一下吧。是。这么凉的馒头别吃了，我给你热了小米粥，来趁热喝。岳大哥，别难过了，岳想他是好样的。小时候，我们一起跟师傅学武。岳翔总是说我不怕死，
因为我有个哥哥会保护我。可是今天，我亲眼看见杨再兴杀了他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是，在战场上，本来就是生死难免。不只是祥子，还有那些弟兄们，他们都把我当作是换命之交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想到他们那一张张脸，有时候欢笑，有时候痛苦，有时候咬着牙，有时候哼着歌。他们也都有家乡，也都有妻儿，可是一夜之间，好端端的一个家就散了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，我身上的担子有多重。不是一条命，10条命，而是几百个兄弟家的命。损兵折将固然心痛，可是老天有眼，他们一定希望你能够重新振作，为他们报仇，完成他们未了的心愿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会报仇的。我会亲手抓了曹成跟杨再兴。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我需要你去帮我监视曹成的动向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马上来向我汇报。但是有一点，你记住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再靠近那个杨再兴。放心吧，就算和他们正面交锋，我也不怕。我说不要靠近就不要靠近，这是军令。知道了。奶奶的！曹州这一仗损失惨重，折了我不少兄弟。这个岳飞果然了得，竟然破了大哥的口袋阵。都怪我一时大意，现在悔出晚矣，要不然我全歼了他的人马。大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等咱们重整旗鼓，改日与他再战就是。不能再打了。倒不是我怕岳飞，现在东老头兵强马壮，马虎不得。那大哥的意思是？我们北上，过黄河，去金人的地盘。什么人？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
怎么样？多谢你，不要紧的。我得赶紧回去禀告岳大哥，别让曹成和杨再兴跑了。你的伤太重，得先养伤。我去告诉岳飞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岳大哥知道我受伤了，要不然他一定会把我赶出太白军的。我先走了。那你放心吧，我真的没事。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，我们再联络。素素，素素，那你去忙去吧。好，那你保重。曹成说要带着人马到开德，过了黄河就是金人的地盘。我看，他们是要彻底投靠金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我们先去找宗帅。宗帅，曹城那边有消息了。据报，曹成、杨再兴已经逃至开德，马上就要渡过黄河了。难道他们要投靠金人？很有可能。末将担心，如果他们一旦渡了黄河，我们想再追就很难了。末将请求再度围剿曹成、杨再兴。许胜，不许败！得令。你们干嘛？大哥，这有这么一只竹筏。这个竹筏太小了，只能盛1人1马。大哥，要不我留下，你带马先走。兄弟，保重。
我们好好比一场。住手！好，来个痛快的。你的武功是从哪里学的？二郎山。什么人教你的？一个老头，无名无姓。你可知道在那二郎山上发生过什么事情？那是古战场，死了不少人。不错，大宋名将杨继业杨令公，就是血洒二郎山兵败殉难的。这与我有何关系？我想教你枪法的，必定与令公有血亲之谊。他躲在山里不出来，然后遇到了你，见你是个可造之才，就把杨家枪法传授给了你。只可惜，他只教了你枪法，却没有教你做人。不许侮辱我师父！我无意侮辱他老人家，只是替他觉得可惜，替他的杨家枪法觉得可惜。我再问你，你的这个姓是原有的，还是改名换姓的？是我师父帮我改的。老师傅指望你学了杨家枪法，再兴天波府的声威，没料到你不曾为了朝廷兴衰而直干戈，却为了杀人劫财而操利器。你把杨再兴变成了十足的杨毛子，愧对杨家将，愧对杨家枪，更愧对如此堂而皇之的名字杨再兴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我杀了你弟弟，来，替你弟弟报仇。岳翔的死，死于他的鲁莽，死于他的武艺不精。上了战场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这是兵家常事。我恨你，但是我不怨你。走吧。岳飞，我杨再兴7岁习武，10岁杀人。我不懂得什么叫忠义，也不分什么是黑白。可是你的一番话，深深的刺痛了我。岳大哥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
我这颗人头，以后就归你管了。娘不在你身边，什么都要小心。你看，这围脖，天气冷的时候就要围在脖子上啊，不要把自己冻到了啊，注意身体。放心吧。祥子，为兄对不起你。娘，孩儿不孝。大娘，杀人偿命。我杨载兴的命给您了。
经不再是以前的杨再兴了，他已经悔过自新，决心为朝廷效力。虽然孩儿心里也恨他，可是两军交锋，各为其主，孩儿求娘以大义为重，为朝廷为民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您不是从小就教我，凡事以大局为重，不是吗？山河破碎，二帝蒙尘，孩儿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光复大宋，迎回二圣。娘，请原谅孩儿，只能先尽忠，再尽孝。大哥，愿来生我们在一起驰骋沙场。大娘，来生我做您儿子。太好了！岳飞在曹州歼灭曹军，10万余步，全归宗泽麾下。哦，这岳飞的能耐可不小啊！是啊，没想到10万大军这么快就被歼灭了。军明啊，则将贤；将贤呢，则兵胜。一切都仰仗天恩呐！你说，你这张嘴怎么天天像抹了蜜似的？老奴啊，天生笨拙，以前呢也没伺候好皇上。我今后啊，一定将功补过。这次岳飞讨贼有功，宗泽功不可没。来，给朕备墨。皇上，您可是要赏赐他们2人？这是当然了。不过呀，依奴才之见，此次呢，只可赏赐岳飞，不可赏赐宗泽。这是为何？其一，征讨曹城，岳飞为帅，依功而论，当赏岳飞。其二，那宗泽声势显赫，民心所向，倘若再加封赏，恐怕他功高盖主啊。故而，不如把那赏赐都给那小小的武修郎岳飞，既显得皇上重视贤才，又能削弱宗泽的势力，岂不一举两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修郎岳飞身先士卒，讨贼有功，为万军表率。曹州一战更是功在千古，升迁岳飞为武功郎，另封良田1000亩，钦此。谢主人。